人类真的可以仅凭借身体自由地飞翔吗？他曾在伦敦奥运开幕式全球数十亿观众的注视下，以詹姆斯·邦德的身份从天而降，划破夜空，却在1年后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冷峭壁上，以时速200公里飞掠山谷，在划出一记惊世弧线后坠入永恒黑暗，在岩壁上画上了生命的句点。马克·萨顿，这位前英国陆军军官、伦敦金融分析师、奥运开幕式的特技英雄，在2013年8月14日的下午，从一架悬停在瑞士与法国边境的直升机中跳出，身穿一套高性能翼装向山谷俯冲，飞行仅20秒后，他失去控制，以时速200公里撞上岩壁，没有开伞，没有求救，没有奇迹。GoPro 拍下了他生命最后的3秒钟。人们只在新闻中看到一则简短标题：007替身坠亡阿尔卑斯，但在这短短1行字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从军人、金融精英到极限运动先驱的完整人生轨迹，和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自由飞翔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来交换？今天我们来跟随马克·萨顿重返那个瞬间，踏上那段唯有少数人敢挑战的高空旅程。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马克·萨顿生于1971年4月13日，出身英国军人家庭，父亲为英国皇家空军将官约翰·萨顿，是冷战时期战略轰炸机项目的重要参与者。母亲安吉拉出身贵族家庭，家族数代服务于英国军政系统。他从小就被视为预定好轨迹的孩子，注定继承责任、纪律与军功。1991年，马克·萨顿以全班第1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并获颁全校最高荣誉佩剑 Sword of Honor。这柄军刀每年只授予1位全能最优秀的军官候补生，代表着皇家军队的精神传承与战术领导力。但这对于马克不是一种象征，而是一种荣耀背后的枷锁。之后，他被编入第6古尔卡步枪团，驻扎尼泊尔，并先后参与过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任务。服役期间，马克·萨顿以严谨、果断与体能出众著称，是连队公认的精英军官。但同时，也有战友私下回忆，他在营地里常常凝视远方山脊，不合时宜地讨论飞行或跳伞，似乎军装之外另有一片他渴望穿越的领域。1995年，年仅24岁的马克·萨顿选择退役，军旅生涯戛然而止。接着，他进入伦敦金融圈，成为一名量化分析师，在经济全球化最疯狂的年代，与数字与风险为伍。看似成功转型，但他日记中曾写道：“我计算的越多，就越想远离城市。我渴望的风险不是图表上的标准差，而是每一阵真实的风。”1997年，他用薪水报了人生第1次跳伞课程。他不是那种轻率地尝试极限运动的都市人。短短4年内，他就完成了500次跳伞记录，是常规进入翼装飞行训练的2.5倍。从塞斯纳小型飞机到高空热气球，从法国霞慕尼的峡谷到意大利多洛米蒂群峰，他开始系统学习大气层动力学与山地气流影响，几乎以科学实验般的严谨态度规划每一次飞行。2001年，他穿上了人生第1件翼装 Birdman 公司的 Classic 型号，这是一套几乎还处在原型机阶段的装备，飞行姿态必须极度精准，否则就会在低速旋转中解体。从那一刻起，他将人生从自由落体真正推进到自由飞翔。在全球翼装飞行社群里，他被视为一位无声的教练，不仅因为他飞得好，更因为他飞得冷静。在一个以张扬挑战死亡为资本的极限圈中，他的低调近乎怪异。他一再强调，我从不以逃出升天为目标，我追求的是预测并控制每一次空气的震颤。到2013年，他共完成超过1500次跳跃，其中至少600次为翼装飞行，200次以上为高风险贴山飞行，并且零事故。在当时，这是一组几乎不可能的安全记录，但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将在一次看似预备性质的拍摄中终止于纵身一跃。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翼装飞行，那么你可能不曾真正理解人类如何用肉身挑战空气。要理解马克·萨顿所追求的飞行究竟有多极限，我们需要先把目光投向那一套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精密的装备翼装。所谓翼装 wingsuit， 是连接4只带有特殊布料翼面的飞行服，能在自由落体中借助空气阻力生成升力，从而实现滑翔。它不是飞，而是滑落；不是停留在空中，而是以比自由落体更慢的方式坠落。普通自由落体的垂直速度约为55至60米每秒，翼装飞行可以将其降至35米每秒，滑翔比升阻比可达2.5比1，也就是说每滑行2米半就要下降1米。马克自1999年起开始探索早期翼装飞行，彼时的装备更接近可控坠落伞衣，布料结构简单，升力有限，飞行距离短，且姿态控制困难。
它的首套翼装为 Birdman S3 Class A， 这款设备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用型号之一。到了2005年，马克转用当时性能更优的 Phoenix-Fly Vampire 系列，而在去世前，他使用的是专为极速贴地飞行设计的 Tonisu Tex-Wing 翼装。该翼装翼展更宽，布料张力更大，操控反馈更灵敏，但容错率极低，要求飞手具备极高技能和反应速度。作为一位工程师型飞行员，马克不把飞行当作表演，而是用身体丈量空气。高速转弯时，身体瞬间承受1至 1.2 倍地球重力，飞行中动态压强可达 1.5千帕，约相当于汽车高速行驶时迎风压力。他曾在训练营中总结飞行的3大难点：热气流变化带来的突发升力容易导致飞行姿态瞬间崩溃；贴壁飞行时的地形错觉，飞行者可能误判前方山体的真实位置，将岩壁与地面混淆；伞包打开的延迟和展开力反馈决定最后3秒内的生死，任何延误都可能致命。这些都是翼装飞行中无法忽视的严峻挑战，而他所专攻的是翼装飞行中最致命的门类——贴山飞行。这是一种将身体与岩石、树林、雪脊距离压缩到2至5米的飞行模式。高速飞行时，每偏离1度迎角都可能直接撞击地形。马克曾说，贴山飞行就像在一条高速路上用身体开车，但没有刹车。这种飞行的最大难点不仅是技术控制，更在于环境。气流剪切山脊两侧风向差异可能在3秒内完全翻转，直接撕碎翼装飞行者的升力平衡。云墙盲飞，突入湿润上升气流中，进入云层，能见度瞬间降至0。GPS 延迟，多数市售穿戴式 GPS 存在 0.5 至1秒延迟，对于每秒飞行60米的速度来说是致命误差。业内经验表明，在极端贴山飞行条件下，飞手的反应窗口可能不足2秒，也就是说，从发现问题到来得及拉伞转向，你最多只有1次机会。或许与马克的金融从业经历有关。为了对抗这些不可预测，曾自制过姿态轨迹热图工具，将他每一次 GoPro 记录下的飞行轨迹导入3维地形建模中，标注出关键信息。他希望将贴山飞行从感性冒险推向理性可控。因为作为翼装飞行员，你永远无法完全掌控空气，你只能提前预判它会背叛你的时刻。2012年7月27日晚，伦敦，当夜空炸裂成五彩瀑布，一架黑色皇家空军直升机低空盘旋于体育场之上，2道身影从机舱探出，随后纵身跃下，划出2条银白轨迹，引擎轰鸣掩盖了人群的惊呼。那一夜，全球数十亿观众目睹了詹姆斯·邦德和英国女王一同跳伞的震撼场景，而他们并不知道，那位穿着黑色西装从高空精准降落在奥运场馆外标记点的男人，不是特工，也不是演员，正是翼装飞行员马克·萨顿。他的搭档则是另一位传奇翼装飞行员 Gary Connery， 2人共同行动，分秒不差，在伦敦市中心上空精准完成了那次国家级飞行。这次表演是伦敦奥组委最保密、最具技术挑战的环节之一，全程不使用特效，更不容失败。这场16秒的跳伞背后是2个月极度细致的准备。为了模拟伦敦高楼密集、风场复杂的飞行条件，他们在伦敦郊区一座废弃建筑群中架起超过30米高的塔吊。每天从清晨到傍晚，马克都在高空中训练夜间飞行。他们平均每日跳跃8次，每次跳跃都用头盔式记录仪捕捉轨迹，手动分析 GPS 风速仪、温湿度计数据与飞行偏差。而且每条灯光轨迹都在夜晚测试，他们要从城市光污染中脱离出来，仅依靠手部 LED 识别目标路径。马克坚持每一跳前后要复盘飞行计划与偏差，在1周内完成了超过40条路线修正。项目负责人回忆道，萨顿是我们遇到过最像军人的飞行员，不是因为他服役过，而是他把这件事当作一场军事任务来完成。而这份军事级的精度为奥运开幕式带来了奇迹般的容错率，开伞窗口精准控制在14至16秒，着陆点误差缩小至 2.8 米。当奥运夜那架直升机飞入场馆上空，马克的身体从机舱探出，灯光划过他的头盔，他微微低头，他的那一跳完美完成，定格成全球电视史上最燃的一幕之一。导演丹尼·博尤后来说，如果没有马克的控制欲，这个特技根本不敢放进开幕式。正是这种对完美飞行路径的执着，最终将他带入2013年那场无法纠正的航线偏差。开幕式跳伞成功后，马克没有留在后台喝香槟，他悄悄回家，在自己的心里写了一句 That was good, but I still miss the rocks。 不错的一跳，但我更想念山脊。随即马克接到了另一项挑战，一次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极限贴山飞行拍摄任务，名为 Heli Base 74。
这是一条未经实测、地形新鲜、团队不熟的路线，也是他最后一次飞行路线。2013年夏，瑞士阿尔卑斯山最险峻的山谷之一，瑞士瓦莱州的杜伦峰北壁 Dance 密地迎来了一场人类极限飞行的季节，他们将从法国霞慕尼集河飞越此处。名为 Halley Bay 74的项目正式启动，由极限运动媒体平台 Epic TV 策划。该项目意图打造一部前所未有的高空飞行影像，为期3天，拍摄史上最长最流畅的阿尔卑斯翼装贴壁长镜头。参与者是来自全球各地挑选出的23位顶尖翼装飞行员，其中包括前特种部队队员、职业滑雪者、NASA 航空顾问，当然也有马克·萨顿。在其他飞手忙着调试 GoPro 或切换外部摄像视角时，马克·萨顿却在悄悄进行另一种飞行记录。他在自己的翼装上安装了摄影仪，并连接了改装版皮托管传感器，这类用于测量气流速度与气压变化的设备，在当时的翼装飞行圈几乎无人使用。据知情飞手回忆，他尝试通过这些设备同步记录飞行过程中的迎角变化、气压波动、飞行速度以及空气阻力反应。尽管这些数据最终没有完整发表，但部分视频画面与技术日志曾在 Epic TV 内部讨论中被提及。这类自带数据记录系统的举动不属于常规商业极限运动者的范畴，而更接近航空工程师的研究思路。项目拍摄团队曾这样形容它：当大家都在找角度拍最震撼的画面时，马克在思考如何理解风和飞行。他在飞行技术的边界探索中常常自发进行测试与改装，用他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危险而自由的运动留下了更多可以学习的轨迹。根据业内普遍经验和飞行分析，他此次的飞行路线选得格外激进，目标是从瑞士川沿冰川海拔约3300米上方跳出，穿越山谷贴壁滑翔，接近马尔西尼村落。按计划路线，飞行总时长应超过1分20秒，是当时贴山飞行记录的 1.5 倍。但项目启动第3天，天气发生轻微变化，温差加剧，风切增强，山谷中微热泡频繁升起。没人会想到，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跃出机舱。2013年8月14日清晨，直升机升空海平面高度约3300米 ASL。萨顿与托尼·乌拉加洛一起在格朗德奥坦讷山口附近准备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热身飞行，计划持续约1分钟。马克·萨顿选定的跳点距离北壁垂直落差约450米，是一段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贴山拐弯路线。在翼装飞行中，飞行员通常会在飞前详细规划飞行路线，划分不同阶段的关键操作区间。一般来说，飞行路径可分为3大段。出口俯冲段从跳出直升机到进入稳定高速俯冲阶段，飞行员需要迅速进入最佳姿态，利用重力加速以获得足够动能。主体贴山段，这是最为紧张的阶段，飞行员需要紧贴峭壁飞行，垂直距离有时仅几米，任何微小姿态偏差都可能引发致命撞击。拉升开伞段，在接近着陆区域前，飞行员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飞行姿态转换和伞具打开，这个窗口期通常只有几秒钟。而这条飞行路线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气象风险，主要包括斜向风切变，由地形引导而产生的局地风速和风向剧烈变化，可能在几秒内导致风速急剧增减。这种突变会对翼装的气流附着产生影响，导致飞控难度急剧提升。热泡扰动，尤其是在山谷和冰川交界处，午后日照不均匀产生的热气团上升，会形成气流涡旋，给飞行员带来瞬间的垂直升力扰动，可能增加 0.3 至 0.5 个 G 的突升载荷，影响飞行稳定性。此外，部分极端的局地气象现象，如被称为米迪尖风的尖齿风的局部强风，也会给贴壁飞行带来难以预料的垂直扰动。这种风只在特定地形和气候条件下出现，每年出现天数极少，且其强度和动态特征难以通过传统气象模型准确预测。因而，尽管现代翼装飞行团队已通过地形分析和气象预报，尽可能模拟和规避风险区，但突发的局地风切和热泡扰动仍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飞行环境中，这些复杂气象条件往往难以被提前准确识别，增加了极限贴山飞行的不可控风险。跳跃开始，马克以标准姿势俯冲，起始速度接近每小时249公里，约每秒67米。随后顺利转入贴山路径，但在第13秒至第15秒进入山体右侧急弯区域时，轨迹发生偏移，它的飞行路径出现约5度偏航，而这在贴山飞行中意味着侧向贴壁距离减少近10米，极限贴近。当他开始调整飞行姿态时，一股未预期的微型热泡将他身体瞬间上托，这导致左翼短暂失速，右翼产生非对称升力，机体急速倾斜，同时风减撞击翼缘，引发升力翻滚。
这在固定翼飞行器中称为 Uncommanded Roll 非自愿翻滚。他试图恢复姿态，但翼装并没有像飞机一样的副翼或方向舵，控制只能靠身体微调，而反应窗口只有1秒。撞击大概发生在第17秒，地点在 Dance Jumili 山脊下方一处凸起的石柱结构。目击者称看到马克以斜切角度撞击崖壁，随后身体翻滚坠入岩隙中。根据他体重与速度估算有13万焦耳，相当于一辆汽车以时速50公里直面撞击墙体所产生的冲击能量。最终，搜救队在距撞击点200米下方的石坡处发现了马克萨顿的遗体。由于其撞击非常严重，需要进行 DNA 测试来识别他的尸体。虽然马克有配备降落伞，但此次飞行从未被打开使用。我们在空中盘旋了30秒，他的信号从未响起。托尼·乌拉加洛是马克萨顿多年的好友，也是当天飞行拍摄团队中最后一位看到他的人。飞行开始时，托尼跟随马克一起飞入山谷。按照既定计划，马克着陆后将通过翼装背部的无线遥控信号发射器回传安全落地确认。可就在起飞17秒后，信号未响，回传灯长时间熄灭。托尼紧急通知指挥站，并将直升机悬停在原地。他们试图从空中搜索，但山谷回音与日照反射内识别几乎不可能。瑞士空中警卫队于10分钟内紧急起飞搜救。令人惊讶的是，定位马克位置的关键线索竟然来自他身上的 GoPro 摄像机。由于该设备启用了自动同步系统，会在拍摄结束后通过机载 Wi-Fi 上传剪辑缓存数据。而救援中，技术人员利用侦测天线捕捉到一组异常无线网络地址。经比对确认为 GoPro 的设备特征，并推断出信号终止的大致位置。中午11点48分，搜救队在一片碎石坡下方200米处发现遗体。马克面朝山体，翼装破裂，左侧被严重撕裂，尸体几乎与岩石完全贴合。随后的尸检揭露了更多细节。在所有翼装飞行死亡事故中，约35%属于牵连式脖梗伤，即头部先撞击致瞬时死亡。而马克的情况则极其少见，呈现胸腹盾错形，头盔结构却基本完好无损，意味着撞击并非头部正撞，说明他在撞击时姿态可能是仰冲或偏横，使核心成立部位变为胸腔区域。那意味着什么？他可能在撞击前最后 0.5 秒仍在努力扭转飞行方向。马克萨顿的死在翼装飞行中并不罕见，但它引发了一波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在贴山飞行日益成为主流挑战的年代。这一运动正在迅速迈入飞行科学化，却仍无标准航空及安全体系。我们先看一些冷冰冰的数据。传统跳伞的死亡率全球范围约为每10万次跳跃1人死亡，非贴壁普通翼装飞行上升至每5000次飞行有1人死亡。而像马克这样的贴山飞行死亡率高达500次飞行就会有1人再也无法回来，这是任何民航飞行赛车运动甚至高空作业都无法接受的数字。而事故的主因统计中，来自美国翼装 BASE 协会的调研显示，判断失误占 48%， 主要是指路线偏差、姿态控制错误，气象影响占 19%， 包含风碱热抛云墙，装备失效占 8%， 包括拉伞失败、翼装撕裂等，未知因素占 25%。换句话说，在多数事故中，不是装备坏了，也不是天气太差，而是在短暂的窗口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决策。马克的死被归入微气象误判和极限路线容错不足类别，这让后续飞行界开始思考技术是否可以延缓失控的那一秒。马克萨顿的离世震撼了整个翼装飞行界，他并非第一个在贴山飞行中殒命的飞手，却是当时最广为人知的一位。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他以007詹姆斯邦德替身的身份从直升机中飞跃而下，成为全球10几亿观众记忆中的高光画面。而仅仅1年后，他在阿尔卑斯山贴壁飞行中坠毁，年仅42岁。但就在这样一位飞手的事故背后，恰恰暴露了贴山翼装飞行的不可控因素。从2014年起，伴随翼装飞行事故数量上升，飞行界与制造商开始重视数据化安全技术的研发。一些关键性改进陆续投入使用，成为延续至今的安全基准。然而马克萨顿没能用上这些后来出现的技术。2013年的最后一跳，他仍依靠自制的摄像系统与简易传感器，几乎在无辅助的状态下，仅凭经验与直觉飞行。他像早期的飞行先锋，驾驶一架尚未完成的机体，义无反顾地穿越未知的风暴。而他留下的飞行记录数据与改装设备配置，为后续工程研发提供了少有的第一手试飞样本。有业内工程师回忆到，正是从那一次事故的数据中，他们首次验证了低空风碱干扰对翼梢失速的模型。甚至有人这样说，
马克·萨顿是一个为翼装飞行留下黑匣子记录的人。马克·萨顿留下的不仅是对飞行极限的推动，还有一种弥合技术理性与自由精神的可能。他用生命丈量风与山的距离，终身追寻的不过就是那几秒钟里的真正飞翔。如果你也对人类边界的拓展充满热血，欢迎点赞、订阅，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将继续追踪人类探索进程的每一步。这里是 CES 博士，用视觉解码属于人类的浪漫。我们下次探索之旅再见。